其实呢，你每天都要种种子，只是你不知道你的种子会变成什么样。那我要怎么知道我的种子何时会开花，会开成什么样呢？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拆解佛法里面最灵验的显化秘密4朵花。灵魂起床了。我是星际舰长，让我们一起遨游星际吧。我是观察员，每个时空的切片都有我的觉察。我是开灯姐姐，让我们开启神性与佛性。像我们前几个影片啊，都在跟大家分享所谓的种子法则。那我到底要怎么知道我这个种子啊，什么时候会开花结果，或者是说它快开花了吗？我们就可以由4朵花来去做判定。那4朵花呢，第一朵花呢，就是会是你所给予的，它一定会回来。这跟我们种子法则里面讲很像，就是你会看到那个开花的结果，会看到样数。例如，你如果一直在持续种金钱的种子，你可能就会突然看到你的账户进账100万之类的，你就会去看到突然有一笔钱进来。对，你就会看到你这个开花的结果，就会有突然一笔钱进来。那有的人会觉得，一定是100万，不一定，它有可能是5万、10万，就是额外的钱，收入。对，或者是额外又多了什么样的收入来源管道，就是会有额外的收入进来。对，或者是有人可能就是你一直在种金钱种子，然后原本这可能不是你的生意，然后突然有人告诉你一个消息，然后你就做了这个生意，你又额外得到一笔钱，这也算意外之财，就是额外多的一个 bonus，就是可能原本不是你的主要营业项目，对，然后突然因为什么讯息来，然后你刚好，例如我这么讲像我之前有去过尼泊尔，然后我就认识了这个尼泊尔当地很多做颂钵的这个厂商，对，然后工厂，然后呢，像在今年就有人突然问我说，我这边可不可以再去跟工厂买钵，而且不止一个人连续3-4个人在同一个时间，就是这个礼拜或者是过2-3天，就是同一个时段，同时问我可不可以帮他们订购这个钵，对，可不可以做团购，就突然因为这样，然后我就额外赚了这笔钱，这是我想都没想过的，没想说怎么会开颂钵团购，就没想过这件事情，对，所以未来搞不好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开这个团购对，这个是我想都没想过，因为那已经是2年前去尼泊尔了，那也没想到突然今年人家就这么问，这就是我在讲额外的金钱，所以当我在显化金钱的时候，又来一笔。那当然，因为我们持续有去种这个金钱的种子嘛，对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朵花，就是你从来没想过的钱，它就突然而然来到你的身边，对，或者说这个机会或贵人就出现。所以如果你是种金钱种子的话，就会这样。那如果比如说你在种那个伴侣的种子啊，可能就突然会有人要介绍伴侣给你，或者就认识新的机会，然后可能无意间你本来没想过这2个人可能会在一起的，结果因为你，然后就2个人就在一起，也有可能，或者是因为你刚好在显化伴侣，然后一个机缘，你一个朋友带了另外一个朋友出来，就也没想到你们2个就在一起，这都有可能。对，就是你会得到相同的结果，你就会去看到那个结果会回来，这是第一朵花。那第2朵花呢，就是你开始会变成习惯，原本可能很多人是小我，然后只关注自己需要什么，但这个我开始会扩大到那个一体，明白，就会知道其实对方也是我，然后你开始会去关注对方需要些什么，然后你会有意识的去觉察，他需要些什么，我可不可以当下给予他些什么，就是我们在讲的在种种子。那更扩大的时候，当你已经成为习惯的时候，其实就在做无住相布施。在一开始可能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很多人会去做住相布施，对，因为会觉得我帮助了谁，可是当我觉得我帮助了谁的时候，当然他就住相了。那如果不知道住相跟无住相布施一样，提醒大家资讯卡回去看那个成为有福之人那一集，会讲得非常详细，所以就可以回去看。那到最后变成习惯的时候，你会很自然而然，那其实这些都是无住相，甚至你会很自动谢谢大家，然后很感恩每一个，就是你会变成习惯，所以你的大脑神经回路也都被你改变了，你已经建立新的习惯了。这就是第2朵花。那第3朵花呢，就是你会看到你的世界开始变得不一样。例如呢，以前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赚钱比较辛苦，不过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信念跟框架，这个可以去拿掉。像我以前就有这个信念，然后呢，觉得好多人都是很苦的，所以是我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是我投射了众生很苦这件事情。当我开始去改变了这些东西，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是丰盛的。很有趣的是，我身边的人让我看到他有多丰盛，就开始改变，这就4朵花就会改变的这个部分。所以这跟金钱丰盛有相关议题。所以当你觉得每一个人本来就是丰盛的，你开始会看到他有多丰盛，他有多丰盛，他有多丰盛，对，就会有这个现象。突然世界观改变，对，你会改变，然后你的人事物
环境也会改变。然后就像例如我之前不是讲我在种那个我在显化灵魂伴侣嘛，那当然我同时有去种这个伴侣的种子嘛，然后我就突然看到我身边的朋友突然全部都一对一对结婚了，然后谈恋爱了，而且是很快谈恋爱很快结婚的哦，就是一个讯号，一个讯号，这就像我们在讲宇宙会回应你，这就是一个讯号，你要去留意这些东西，宇宙就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。结果我那时候朋友是接二连三的，就是都结婚，代表说下一个就是你了，就很快，对，然后就我真的很快就显化到我的灵魂伴侣，然后接着我就看着我的朋友们，我之前不是有讲过10几20年的朋友，开始接二连三怀孕吗？对，然后我们的小孩就是在这一批，在7、8个全部一起生，所以当他们开始在怀孕，然后知道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差不多我要中了，就真的在几个月后我就怀孕了，这就是很有趣的4朵花的第3朵花，对，你的世界开始会变成大家都是聚在一起，然后像如果你是一个很会去支持别人啊，鼓励别人，滋养别人的，你身边的人就开始会支持你，滋养你，你就会发现你们会有一个群体意识，新的一个群体意识，这群人都在做这些事情，所以他不一定有学种子法则哦，对，他可能就会聚在一起做相同的行为，但也蛮有趣的发现，就像我们可能是不是学种子法则，就会有一群人都有学这个，然后可能一群人学西塔疗愈，一群人学塔罗，一群人学星座，就会发现都是这群人身心的就全部聚在一起了。你就会看到你的世界开始变这样子，是物以类聚，对，然后身边的朋友圈好像换了，对对不对？对，就会换了。然后这个其实以量子纠缠来讲，你们就会纠缠，那宇宙也都在回应你这些，所以从这3朵花，你就也可以很好去判辨了。那第4朵花呢？他们会讲来世，其实来世就是说，如果当这样，我到下一世，我的环境就开始会改变。但我们现在很多人等不到下一世嘛，然后这一世，所以呢，其实来世有另外一个意识，你可能创造了另外一个世界，就是可能跨了那个时相空间，一个平行宇宙，一个平行宇宙，你从这里就跨到这里的，就是你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或一个重大事件，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结婚啊、生小孩，这都是一个重大事件。对，就是你会创造一个新的世界，然后你就整批人可能就到了这个世界，很有趣，这就是4朵花创造一个新的世界。对，你看佛法也在讲这些东西，那现在你看身心灵、灵性好多是不是也都在讲一样的东西？对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其实如果这有算顺序吗？还是说其实它也没有顺序，但是就是你会看到这4朵花同时，如果同时代表说同时发生，你的种子快要发芽，对，已经开花了，已经开花，就是已经开花了，对，就是已经开花，然后就是那个时间点就即将要到来，就是有这4个，你就看到它慢慢在，就是花都打开来了，就是4个赛可以去衡量，看一下我们目前的这个种子，就是它开出的样子是怎么样。然后我觉得这也是蛮好去觉察，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些改变这样子。对啊，就像比如说，你有没有发现很有趣？比如说你创业，你开公司了，然后你现在看到身边人，其实我们是不是都有开公司？然后我就身边，怎么全部大家都开公司了？对，就很有趣。这也是创业，就是大家好像都会很有默契去做类似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在身心灵就会讲共识性。对，好像同时候就这样，然后你也会发现，像有些灵性 YouTube 频道，我们好像要拍这个主题，然后怎么他们就已经出了，就是我还不知道他们要拍这些，我们都已经写好了这些主题，就什么他们也拍出来，有没有发现？就是共识性，也代表说，宇宙真的要我们做这件事，我们好像彼此接到这样的讯息，或者说大家需要这些讯息，对，就被你们种出种子出来，就是很有趣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观察我们身边，不论是金钱种子啊、健康的种子啊，还有就是伴侣关系等等，都可以透过这些来去，就是4朵花来去评断你的种子是不是开花了，就是觉察一下环境，然后身边的这些改变这样子。对，然后种子之前像有一集你有问到说，到底种子多久会开花？对啊，每个人不一样。那像你的话，你觉得多久？像我都很快耶。很快是多久？但我有讲，我这一次的这个灵魂伴侣就是比较5年嘛才种出来，但这中间其实一直有来来去去的很多人出现，很多灵魂伴侣出现。对，可是就跟我们之前讲的灵魂伴侣，因为我知道这个是蓝图伴侣，所以我就没有再去找其他的。但是其实你种出来的时候，会突然一堆人都对你有表示。对，只是你想不想，你要选择要不要跟他们在一起。那像我之前，比如说在这一段伴侣的前一段伴侣，我那时候在种伴侣种子，大概也是2、3个月就种出来，然后我种工作种子都不到1个月就出来，那蛮快的。我很快，那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累积了蛮多的这个福报吧，就种了蛮多好的种子，所以时间的快跟慢取决于你的好种子有多少，不好的种子有没有减少。所以如果认真做，这速度其实算蛮快的，会很快的，就是尤其我们在讲无住相布施，更
用无柱相的话，那个显化会更快。然后就我们之前显化也都有提过那个频率嘛，对，所以其实我们都有用不同的工具去分享给大家，这些都是大家可以运用的。那我们讲到4朵花，其实还要提醒大家，就是我们要回到就是种子的，它有包含我们种子的4个定律嘛，4个法则，还有就是种子的4步骤，你也可以用这4步骤，还有4力量，就是消除业力的4力量，然后跟这4朵花，其他都是4乘4，等于16个工具都可以去运用。我们之前影片这系列都有跟大家分享过，这是从空性到这个系列，就是这一系列都可以去运用。但我们在更之前有讲过显化法则啊，包含灵魂伴侣，大家都可以拿来去做运用跟学习。不过要提醒大家一点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人类在使用的语言有时候有一点不太好使用，我觉得，对，因为当我们好像灵通感知能力打开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可以用心电感应或者是语言表达，我们的意念会知道彼此要讲什么，那个更精准。你有没有发现？对，我们去接源头讯息什么会更精准？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语言会有自己个人的解读啦。对。每个人的理解、定义、看法、观点都不太一样。对。但如果你可以连到源头，你就发现，怎么源头观点是一样，然后你会理解那个观点都是一致的，就会比较轻松。对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佛陀他讲了很多法之后，他最后说，佛说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不是他说不能说，而是说所有的东西其实言语没有办法去把它表达完整。所以我们来用这个来去提醒大家，就是我们所谓的不管这些工具，这些都只是一个名词，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是 A 非 A 名A， 对，就是是力量，但又不是力量，它只是名是力量，只是我们取了一个这样子的名字，一个名词。对。所以大家可以去专注在更多我们真正想要的这些事情上面。就是说我们分享了显化法则跟种子法则嘛，那其实都是可以搭配互相运用，他们其实不冲突。对，还有包含什么灵魂伴侣那些名词，就是我们不要被框架在那些名词里面，然后安住在每一个当下去做你真正开心的事情、喜悦的事情，然后如何让我们的频率维持在高频的频率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们当然还会持续一系列再持续的跟大家分享更多。就是这系列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啊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哦。那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种子法则也好，或显化法则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啊，就是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可以去分享你觉得需要的朋友，搞不好因为你的小动作，你的这个分享帮助他们，可能就显化出好的伴侣，对，他们可能很快就开花了。对，那这也算是无助相布施，其实都是对啊，这幕后的这些种子跟那个好的福报业力也都跟你有关系哦。所以有可能我们一个小动作，其实我们就在种下一个好的种子。那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还有留言哦，分享出去啦。对，然后就在底下留言分享讨论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，拜拜，拜拜。一般人听到业力感觉就是比较偏宗教化，对，就感觉好像是那一种就是比较偏不好的负面的种子的概念。那我觉得今天呢，就是想问一下，有没有什么方式我们可以消除不好的种子，或者说所谓的把这些业力呢都消融呢？有，其实我们是有方法可以去消除这个负面业力的4步骤。对，那如果你没有真的很明白什么是业力啊，我可以回到我们资讯卡，就之前我们去讲空性啊，还有种子法则的那几集影片去看。那我们去看资讯卡。那业力，我们之前有讲过，有好的业力跟